之前提到拿到线材该做的事情，第一部分为温度。本篇会详细介绍温度的调整。嗨，欢迎来到 Slow， 我是 David。在购买线材时，各家厂商都会标示材料的建议温度。不过因为热头与喷头的性能不同，温度还是必须透过实际列印才能知道列印出来的成品是否符合需求。线材拿到后，要先针对线材可以使用的范围进行测试，以厂商提供的温度为基准加热后，将温度以摄氏每5度向下调整。同时每次调整一次温度后，控制挤出机挤出一段线材，并观察出料的状况。温度降低会渐渐使材料不容易挤出。当发现会有挤不出材料或挤出机湿布的现象时，表示已经到温度底线了。高温界限则比较难量测，这当中会取决于热头的性能与喷头的直径。当列印速度加快时，会需要拉高温度，加快材料融化的速度。目前的做法是比较需要经验的观察，一样也是每5度往上调整，在挤出同时观察材料挤出的状态。从低温材料的不容易挤出，到挤出会变得很顺畅，最后温度拉高后会发现材料变黏的特性，此时表示温度已经太高了。记录下挤出最顺畅的温度与材料变黏的温度，完成量测整段材料的温度范围。一般来说，列印会以顺畅可行的最低温度进行。较高温的列印容易使材料本身更容易粘黏在喷头内部，久了更会造成喷头内部碳化阻塞。所以只有当发现列印速度加快时，材料会有挤出不足的情况发生时，再来考虑加高热头的温度。范围量测完成后，接下来是品质的调整。将刚刚的范围一样以摄氏每5度为阶，利用 Thingiverse 上可以下载到的温度塔进行列印品质的测试。以 Cura 为范例，将下载到的 3D 图档载入到 Cura 中后，先进行切层。这边可以看到，以 0.2 毫米的层高进行切层后，底座高度为7层，接下来每一层高度为50层。点选 Cura 上方的延伸 Extensions 后处理 Post Processing， 然后选择修改 G-Code Modify G-Code， 开启的小视窗左半边选择 Add a Script 来增加修改项目。选择第一个 Change at Z 后，右边就会看到细节选项。刚刚是以层数来计算的，所以这边记得将触发条件改为层数，然后是将此变更应用到指定的当层与接续的层数，直到插入新的设定。拉到下方选择 Extruder 的温度，由 3D 图可以看到第一阶从摄氏225度开始，所以设定就以第7层开始以225度进行列印，第57层开始以220度进行列印，以此类推，设定所有的温度阶。设定完成后，会在切成按键附近看到进行修改的提示。接着进行切成后，将 G-Code 存至 SD 卡中，并进行列印。列印完成后，可以观察各层的品质。对于悬空角度、长距离横跨能力与拉丝的影响等，如果之前有先进行挤出测试，大概也会知道材料会在哪一段会有较好的品质，从中寻找品质较好的作为此材料的温度值。这边开始要注意，目前印出来的温度塔是针对现有的参数进行设定的，所以当速度有明显变更时，原本的温度塔将不会再适用，必须重新再进行一次新的温度调整。材料就算是同种类但颜色不一样的情况，也有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最佳温度。本频道目前着重分享 FDM 3D 列印机相关知识推广与技术交流，有不同看法欢迎在下方留言，觉得有帮助的话，可以按赞并将影片分享出去与订阅本频道，又或是透过下方 Patreon 连结支持。我们下次见。